世界文化遗产2天1夜，8座寺庙，感受大城历史气息。跟随包包，撒土，撒土。萨瓦迪卡，包包卡！我现在呢是在曼谷的邦色中央车站。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4天3晚的大城游，今天呢准备带着包包爸和包包妈进行一个2天1晚的大城游。这段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准备走着。买票的柜台呢是在3号门和4号门之间。这边有一排的柜台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ไปอยุธยา3 คนชั้น3ครับขบวน71ครับสวิตวันกรุงเทพอยุธยา10:35ครับโอเคครับรอรถประตู B ครับ OK， 我们就坐最普通的火车，就是风扇的车厢，一个人是20铢。那说到大城府呢，其实包包爸在几年之前有自己乘坐火车去过大城府，但是坐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火车坏掉了，然后他跟工作人员呢又交流不清楚，最后就又给包包爸送回曼谷。好了，现在差不多到时间了，我们准备去登车了。好，然后往楼上走。我们买的这趟车呢是按照座坐的，不是原来那种自由座的，所以我们还得按照自己的座位来坐。这是我们的座位。车上会2次检票，记得留好票哦。好了，我们到达阿瑜他亚了。这次火车没有坏，火车没有坏。从这边的火车站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从这边坐船直接可以进入古城。这边这位大姐呢，就是一直在给我们推荐她的行程，先替你们看一下。如果要是她真的服务很好的话，我就把她推荐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可以来这边找她。OK， 因为上次我是骑自行车玩的，这次给大家就感受一下租这个小型嘟嘟车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这么玩一天。好，我们是先来我们的酒店办入住，然后把东西放下。OK， ตรงนี้เลยค่ะตามสบายเดี๋ยวรออยู่ค่ะได้ค่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。那今天选的这个酒店呢，它就是在马哈泰寺的旁边，离这个古城的公园非常非常近。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，我们准备先去那个罗塔什么雅苏塔寺，就是最大卧佛的那个寺。现在这个大佛正在重新上色，觉得好像缺失了原来那种历史感了。原来我拍那个片子的时候，就那种斑驳的感觉，真的，我觉得很有历史感。罗卡雅苏塔寺，据推测，这座寺庙是建于阿育他亚王朝中期。在泰缅战争中，大部分的建筑都被缅甸军所摧毁，仅保留了这尊卧佛像。而这尊卧佛也是泰国最大的室外卧佛，长达42米，高约8米，面朝东方，表情祥和，呈现涅槃的状态，因此这个遗址也被称为涅槃寺。半吨塞这家的店呢，我觉得我们在网上搜资料的时候，觉得他们家有几个菜还不错，所以来试一下。这家店竟然是米其林店呢！我当时做攻略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它有米其林的标，结果就进了一个米其林的店。那这家店呢，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泰式的海鲜菜为主。我们点了一个，这个是椒汁海鲜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给的虾有多大个儿。这个咖喱蟹看着不错啊，
蟹肉都很大块儿，而且看这个数量就蛮多的。看这边上已经这么多蟹肉了。最近好像吃了好多家咖喱蟹了，包括在海边吃的，然后探店有一家吃了。今天这一家呢，也是在网上看见了这一家店之后，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咖喱蟹真的量超级足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盛出来的这个咖喱蟹啊，你看，那主要是以椰奶、蒜蓉、辣椒、鱼露、鸡蛋，还有一点点糖调味做出来的。我觉得咖喱蟹其实大哥一说话把我打懵了。是咖喱蟹最那什么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真的很下饭，就是你配上泰国的那种茉莉香米吃就特别带感，满口都是香的。那这边已经吃掉了一部分了，我们来看看里面蟹肉有多少。这边是蟹肉。Cool。鱼肚汤，大块的鱼肚，配上了很多的蟹肉。看这个鱼肚 ，Q 弹弹的。它整个的鱼肚呢，其实非常的入味儿，而且那个鱼肚就像海绵一样，它能把汤汁完全吸到里面，所以吃起来就口感很好。完食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有点眼大肚子小了。我们觉得点3个菜应该是正常水平。结果没想到他们家的菜分量这么足吧，而且里面给的肉这么多，吃的就很辛苦，但是真的吃得很爽。1,585 บาท。看，这是我们的账单，总共吃了是1585铢。名副其实的酒足饭饱，真的吃撑了都。我们准备继续往这个下一个寺庙走。哎，大姐呢 Hello。大姐跑哪儿去了 Hello。下午的计划呢是准备顺着整个护城河绕一圈，然后回到古城里面。Hello。现在到了这个是柴瓦塔纳兰寺。柴瓦塔纳兰寺建于1630年，由阿育他亚王朝帕沙通王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建造。主塔周围环绕着8座小塔，建筑造型则象征着须弥山。你看，像浮雕似的。对，然后全被毁坏掉了。环绕中央佛塔的长廊，曾经摆放120尊佛像，但大部分都已经被损坏。这个寺庙另外一个看点，是一家咖啡店。我们要到这家这个景色很好的咖啡店来坐一下，他们家也是有文创的冰激凌。它这个冰激凌就是这座寺庙遗址的一个造型。好了，这边现在转差不多了，我们接着往下面的寺庙走。蒲台骚网寺由大成王国的开国君主乌通国王于1353年建立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，也是1767年大成府被侵略时幸存下来的寺庙之一，因此寺庙至今保存的比较完好。主塔为典型的高棉风格，而且是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。塔内藏有从大成府刚建立时就存在的宝贝。哦，ครับสันนิษฐานน่าจะมาช่วงรัชกาลที่4哦，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จะเป็นดั้งเดิมสมัยอยุธยา哦，哇，里面这一座佛塔是在从大成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座佛塔了。哇，能听见里面有蝙蝠在叫哎。
主塔之中的壁画其实也应该好好看看，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蝙蝠的便便。主塔周围的回廊之中是一圈金光闪闪的素可泰佛像，也可以想象到当年寺庙的壮观。这边就是三宝公司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三宝公司就是唯一要干的一件事——喂鱼。喂鱼之前也要先介绍一下，帕川南寺又名三宝宫寺，建立于1324年，是一座比阿育他亚王朝建立还早了26年的华人寺庙。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时来到古暹罗首都大城，就曾经来过这个寺庙。主殿中高19米的乌通风格坐禅佛像，被视为海员们的守护神。坐落于湄南河和巴塞河的交汇处，喂鱼就是一个不可少的项目。这边都在这儿喂，那边还有喂鸽子的。喵，赖呀，真赖呀！喵，喵。牙差蒙空寺到了，真是20铢一个人。牙差蒙空寺于1357年修建，最早是僧侣的修行中心，也是大城遗址中保存比较完好的。主塔周围排列着数十尊佛像，相当庄严，展现了阿育他亚时期大城的独特魅力，以至于86版《西游记》、泰囧、蔡依林骑士精神的 MV 都选在这里当做取景地。这边呢就是一个沿河的区域，一般来说呢，遇着节假日的时候，这边都会坐满了人在草坪上休息，然后很多人会在这边去买一些东西喂乌龟吃。12月13号到22号，大城府会举办1年1度的遗产节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。我们现在到达了大城府夜市。我们转了一圈，就决定先去吃那个跳舞大叔的煎生蚝。哎呀，怎么没有看见那位跳舞大叔？我们最终选定了一家热炒店，然后他们要自己写泰语上去。就是我们点的那个肉末鸡蛋，煎鸡蛋本身就很油，很好吃，然后再加上里面有肉末，就特别的香。这样跟饭一起吃，也是泰国比较下饭的一个菜。他们家那个炒的这些菜真的特别的有锅气。大家来阿育他亚可以来找这家店啊，这家店叫蓝车糕，前面看糕，就是这家店。这个大姐炒饭真的很好吃。我们这一顿总共吃了是300铢，3个人，很卡，3个人3个菜300铢。今天要转的都是古城里面的那个古迹，所以呢，我们准备租自行车。阿米卡拉寺也叫做法师寺，建立时间据说也是早于1351年的阿育他亚王朝。这座遗址的亮点是狮子塔，这些狮子由砖和砂浆制作，受到高棉艺术风格的影响。同时还有那迦的雕像，象征着护法的力量。
面的残垣断壁中保留了很多的柱子和基座。我们接下来前往的呢是叫什么？帕西桑毕寺。帕西桑毕寺曾是阿育他亚王朝的皇家寺庙，也是当时的政治中心，建于1448年。3座阿育他亚风格的白色中型佛塔，藏有王室成员的骨灰，是大城很有代表性的建筑，也是目前泰国首都曼谷玉佛寺的设计来源。今天呢，这边这个帕蒙空博毕寺的佛像，也就是那个最大的青铜座佛，它在修复和镀金，所以整个被包起来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所以我们也不进去了。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线路上的参考。如果你们过来的话，这边可以来，但是要等它修好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帕西桑毕寺出来之后呢，包包爸对昨天的那个咖喱螃蟹那家感觉真的是太爱它了，然后他又要来吃，我们又要去那家吃饭去了。那今天我们来这家吃呢，就不会吃那么多了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早，我们就是在这边吃完以后直接就回曼谷了。这个是我的打抛鱿鱼饭，这个是打抛脆猪肉饭，这个是蟹肉炒饭。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蟹肉，这里面蟹肉不少哎，好多。底下还有吗？我觉得应该还有。有这个。椰奶稠鱼汤，我们没有让它放辣椒。这边是马哈泰寺。马哈泰寺建于1374年左右，是当时举办重大仪式的场所。在阿育他亚王朝灭亡后，寺庙被缅甸军所摧毁，佛像也被破坏，但一个佛头恰巧落在树根旁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被树根慢慢的包裹起来，形成如今树抱佛头的独特景象，也是大城府最具代表性的景点。那我下的这个 APP 呢，它是能看到，有一层淡淡的这个影子，就是之前这个宫殿没有被毁坏时候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它是复原了这个状态。觉得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这边来拿这个 APP 扫一扫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在大城府2天1晚的一个行程了。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挑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遗址来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遗址看多了吧，它毕竟都是这种残垣断壁，会比较视觉疲劳，所以大家呢来挑自己比较感兴趣，然后有代表性的看一下就 OK。这是包包给大家的一些建议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的行程，不要忘记给包包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